这么说来，距离我们像上次那样做一些没有意义却充满温馨美好的事，已经过去多久了？几个月？半年？1年？不过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毕竟现在的我们，也算是独当一面的存在了。说自己独当一面什么的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啊。不，希儿，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，你已经是医疗小队实至名归的主心骨了。如果对我没有那么严厉就更好了。其实，我也只是想要多帮助大家一些，就像曾经孱弱的时候那样，我只是想为大家多做一点事，成为大家的助力。只是，帮助大家越多，我却发现自己能做的越少。别这么说，希儿，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也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同伴，一直都是。谢谢你，布罗尼亚姐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不过，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加入医疗小队后，我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患。有因为受伤无法作战的战士，也有因为病痛难以正常生活的普通人。虽然我的全能可以治愈他们的伤病，减轻他们的痛苦，然而病痛留下的痕迹却不会轻易消失。战士因为伤痛变得畏怯战斗或过于激进，普通人因为一场大病而性情大变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所以，我有时候总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我的能力不是治愈病痛，而是让大家不曾遭受病痛，那该多好。希儿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作为医师，却很难不让自己这么想。医者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然而医者最大的心愿，却是让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医师。是不是有些矛盾？所以，你才会对患者特别严厉？啊，虽然的确有人说过，我穿上医师服后和平时表现的判若两人，难道我真的很凶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会不会吓到病患？哼，如果会被希儿吓到，那是他们有眼无珠。希儿，当然，如果希儿能对我也宽容一些，就更好了。那可不行，现在的布罗尼亚姐姐已经相当随心所欲了。如果我不再做些什么，还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。总之，这个要求我绝对不会答应。那么，就继续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吧。既然我的行动会因为希尔发生改变，那么一定也有更多人受到了希尔潜移默化的影响，避免了更加严重的伤病。你看，说不定你已经在无形之中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。毕竟，所谓的改变世界，通常并不是撬动地球，而是细微地改变自己与身边人们的生活轨迹。布罗尼亚姐姐，我又何尝不是在被你们改变着呢？无论是这份礼物，还是你们的陪伴，我好像更加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了。希儿，要不要一起编花环？啊，的确，就像那条手链，用更多平和而温馨的记忆改变这个世界吧。毕竟，这就是希儿一直以来最珍视的东西。好啊，那么就让我用全能将它定格在盛开的时刻吧。既然如此，必须要全力以赴，做出希儿最满意的花环才行啦。哦，燃起来了。那么，就由我来制作最叫人难忘的花环吧。对了，希儿，看在花环的份上，这次的意外能不能既往不咎？那可不行。